姐姐不放心单纯的妹妹一个人出嫁，竟然决定作为陪嫁，随她一同踏入那道陌生的家门。然而姐妹俩来到新家才发现，这里并非幸福的归宿，而是一个充满阴谋与危险、精心布置的陷阱。新婚不过才短短3个月，帕西瓦尔便私下伪装，将一份文件推到劳拉面前要她签字。那根本不是他所说的无关紧要的材料，而是一份关于劳拉名下全部财产的转让书。所幸在劳拉和玛丽安的坚持下，文件并没有签署。但为了尽快获得财产，帕西瓦尔竟和福斯科合谋，策划了更加卑劣的手段。此时玛丽安并未察觉危险即将来临，但一方面急切盼着家庭律师的回信，一方面又察觉到妹妹似乎更加沉默，明显是这桩婚姻给她带来的改变。思来想去，她还是决定坦白，告诉她婚前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很有可能是安凯瑟里克所写。 You knew this? Well, we suspected it, yes, Walter and I. Walter? Well, he knew too. Yes. Anne was warning me about Percival, who he truly is, and you ignored it. I didn't ignore i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didn't know who to trust. I was just doing my best trying to protect you. Protect me? And who was this? Was this you and Walter, or you and Percival? You had no right to keep this from me, Marion. You have no idea what I've had to endure. What do you mean? 直到此刻，劳拉才终于哽咽着道出婚后的真相。原来帕西瓦尔谦逊绅士的外表全都是假象。新婚之夜，他不仅强行占有劳拉，此后的动粗更是家常便饭。而为了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劳拉竟将这一切都独自隐忍，就连自己姐姐也没透露半句。玛丽安一心保护妹妹，不料却还是将劳拉推入了深渊。但即便她早就看透帕西瓦尔的真面目，也无权插手这桩婚事。此时此刻，劳拉深感被至亲背叛，独自跑向湖边的废弃船屋，没想到却遇见了几乎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女人安凯瑟里克，而她手里拿的正是几天前劳拉丢失的那枚胸针。Thank you, Anne. You know me, and I know you. Let me pin your brooch on for you. We used to play together. I was happy then. So was I. Has he hurt you, Miss Fairley? I'm no longer Miss Fairley. I know. But I love the name Fairley, and I hate the name Glide. He hurt me terribly, but I'm not afraid of him anymore. 提起帕西瓦尔的姓氏，安的眼底瞬间翻涌起刻骨的恨意。不过随即他又浮现出近乎凄然的平静，轻声说道：“已经不再害怕，因为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已经在附近苦等劳拉多日，终于找到一个单独谈话的时机。他承认那封匿名信出自他手，可终究还是没能改变任何事。安惊恐地表示，就是因为自己知道了帕西瓦尔的秘密，所以才被关进了疯人院。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一直被那个秘密困扰。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具体原因，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便将他吓得血色尽失。临走前，他仓促地嘱托，让劳拉明天一个人前来，会将一切真相都告诉他。第二天，劳拉并没有让姐姐跟随，信守承诺，一个人去了约定的地点。虽然安没有出现，不过却在一块石头上标记，下面藏着一封信。然而就在劳拉刚拿出来，还没来得及查看，帕西瓦尔竟毫无征兆地出现，还一把抢走那封信，撕得粉碎。What does it say? Scrawlings of someone who's lost their mind. There was no substance to it. You met Anne Catherick here? No. I can tolerate you being stubborn, but not a liar. What did she tell you? Take your hands off me, I've told you before. 劳拉的沉默瞬间点燃帕西瓦尔的怒火，他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厉声逼问安究竟说了什么。得不到回答，他便用一记响亮的耳光施以惩罚，将暴虐的本性暴露无遗。看到妹妹手腕上青紫的淤痕，再得知她是被一路拖拽回来，玛丽安心如刀割，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攥住。明知道劳拉叔叔会无条件站在帕西瓦尔那边，但玛丽安还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求助。然而他百般小心，信的内容还是被福斯科窥得清清楚楚。晚上，玛丽安无意间经过帕西瓦尔的书房，竟意外听到他和福斯科的对话。The foresight and resolution
of a man. You've driven that magnificent woman to extremities. Thank you, lucky stars, you have me in the house to distract her and undo the harm as fast as you do it. 短短的几句对话瞬间击碎了玛丽安所有的认知。自从她来到黑水庄园，福斯科便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怀与温柔。尽管福斯科夫人温顺的好像没看见一样，玛丽安却始终用理智筑起高墙，绝不越雷池半步。然而她无法欺骗自己，这个成熟的绅士的确让她初次体会到了心动的慌乱。可没想到这一切竟全是为了分散她注意力而设下的温柔陷阱。她强压下翻涌的羞辱和怒火，正想再贴近听得更真切，可房门竟在此刻被用力关上，将她彻底拦在了真相之外。玛丽安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爬到房顶，最终挪到了两人谈话房间正上方的阳台。她只听到帕西瓦尔提及安凯瑟里克知道她一个秘密，如果不把她关进疯人院，她就会把秘密说出来，导致自己失去所有。 But if your wife were to die... No, I'm inherit £20,000. Don't ask such a horrendous question. £20,000 is a lot of money. 听到这里，玛丽安已经觉得脊背发凉，可此时突然下起大雨，彻底淹没了屋里的交谈声。她想要原路返回，但房顶却湿滑到无法攀爬，也因此她被迫在阳台上淋了整整一晚上的雨。第二天，玛丽安果然发起了高烧，整个人的意识也逐渐态势剥离。她用残存的最后一丝清醒，气若游丝地警告妹妹赶快离开。然而还没等说出原因，便眼睁睁看着劳拉接过福斯科夫人递来的茶水，毫无防备地一饮而尽。劳拉是被人用冷水淋在脸上才醒过来，她忍着眩晕想去姐姐房间，可却被帕西瓦尔告知，玛丽安昨天已经连夜出发回了里蒙里基庄园。由于福斯科夫妇正要返乡，玛丽安便决定搭顺风车，顺便去他家小住几日。帕西瓦尔的说辞，劳拉一个字也不信。她不相信玛丽安会抛下自己一个人先走，更不相信她会主动去福斯科家做客。她将满腔疑惑咽下，不容置疑，提出要去找玛丽安。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帕西瓦尔竟然爽快地答应。Cannot make the journey in one go. You must stop for one night with your aunt and the count. He w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I do not wish to stop at Count Fosco. Oh, God damn it! Don't make me regret letting you go at all. 劳拉深知前方等待她的或许是一个深渊，但她别无他法。留在黑水庄园同样也毫无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微光，她也要试一试。她孤身一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火车。几小时后，列车在一个僻静的小镇停下。福斯科显然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然而到家后，福斯科却说玛丽安在休息，要明早才能见面。随即他递来一杯水，口渴的劳拉接过来一饮而尽，却不料立刻感到一阵头晕，毫无征兆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休假归来的黑水庄园女管家发现宅里的仆人几乎都被遣散，帕西瓦尔爵士竟然痛哭流涕，嘴里反复说着抱歉。但更令他震惊的是，夫人的姐姐玛丽安竟然被关在东厢房的一个房间里。真相就是玛丽安从未离开过黑水庄园。为了实施那桩罪恶的阴谋，帕西瓦尔与福斯科竟将她囚禁起来，以此阻隔姐妹俩相见。在两人认为那个天衣无缝的计谋得逞后，虚弱的玛丽安才终于被放出来。然而这天，她却收到一封里蒙里基庄园的来信，竟然会是妹妹劳拉病死的噩耗。玛丽安悲痛的哭声瞬间淹没整个房间。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几乎从未生过病的妹妹会死于所谓的心脏病。待身体康复后，她第一时间回了里蒙里基庄园，这才知道原来不久前沃特刚寄来一封信，告知他从美洲回来的消息。玛丽安带上那本夹着劳拉金发的画册，第一时间去找他，说出了那个残忍的消息。同样深爱劳拉的两人相拥而泣。待情绪稍稍平复后，他们都对劳拉的死因产生了深深的怀疑。Will not rest till I have justice for my sister. Nor I. We need to find out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he Count's house. Obviously, we cannot go there ourselves. 沃特找来父亲生前的好友纳什先生，一位精通法律的公证人，由他来主导证据的收集工作，无疑是最佳人选。纳什先生的取证工作首先从玛丽安开始，随后是家庭律师、黑水庄园的女管家等等，所有与劳拉有过交集的人都被纳入他的证词收集范围。根据多方证词描述，帕西瓦尔似乎是欠了一大笔外债，他和劳拉结婚的意图也明显是为了钱。不过至于安凯瑟里克手握他什么秘密，至今却仍然无人知晓。Anne Catherick is the key.
It's her we need to find. Where would they have hid her? Where would be the safest place that they could lock her up and hide her? Anne Catherick escaped from a private asylum, that's what you said. Yes? Near London. Yes. Yes, near London. 玛丽安几乎可以断定，妹妹就是被帕西瓦尔和福斯科所害。然而，仅凭目前掌握的这些证词，远不足以支持他和两人在法庭上正面交锋。玛丽安和沃特马不停蹄搜寻了城区附近的5家疯人院，却始终查不到安凯瑟里克的名字。就在希望趋于渺茫之际，第6家机构终于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按规定，他们本不能泄露病人信息，不过在金钱的攻势下，负责人最终还是松了口。很快在病人名册上查到了安的名字，证实他确实在这里接受治疗。然而根据规定，玛丽安与他并非直系亲属，因此无权提出会见请求。临走时，玛丽安的目光扫过家属会见区，她灵光一闪，趁周围没人留意，果断混入人群，跟着一起溜进了2楼。此刻病人们正在楼下用餐，全都统一穿着白色的病号服。玛丽安目光焦急地扫过人群，突然定格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正是他要找的安凯瑟里克。然而他再仔细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冷气，那根本不是安，而是本该躺在坟墓里他的亲妹妹劳拉·费尔利。Laura! Marion. Laura.